中美在第一岛链作战，谁会占据优势？兰德智库报告指出，美军会输到脱裤子。为何说美军对中国优势变少不是坏事？近段时间，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所作所为，外界是有目共睹。美军频繁的挑衅行为不禁让人担心，中美之间会不会爆发军事冲突？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众多专家和媒体都做出了预测。核心思想就8个字：放弃幻想，准备斗争。既然如此，那假如中美在第一岛链作战，谁会占据优势？对此，兰德智库给出了参考答案。据参考消息网10月15号报道，美国独立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主席达尔德指出，根据兰德公司剧本，美中军事积分卡显示，美国会输到脱裤子。作为目前世界上的头号军事强国，美军真的会输得这么惨吗？所谓的美中军事积分卡，是由兰德公司14位专家撰写了长达400页的报告，从陆海空等多方面对美中军事实力进行对比。兰德公司的军事积分卡以7年时间为间隔，对美中军事力量进行系列比较，目前已经进行过4次比较，分别是1996年、2003年、2010年和2017年。军事积分卡号称有10张，其实只有9张。最后一张是核打击的自信心分析，在1996年的比较中，美国有6张优势卡，而2017年则正好反了过来，美国只剩3张优势卡。难怪说中美第一岛链作战，美军会输到脱裤子。对此，美国自然是不甘心的。为了重新掌握在西太地区对中国的军事优势，美军想出了很多办法，其中包括给美国海军陆战队改制，使其更适合在西太地区对中国作战，以及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弹道导弹。将美军日韩永久性军事基地的部署转为在东南亚国家进行多基地轮换部署，甚至是对台出售武器。但目前来看，美国想出的这些办法好像暂时没什么效果。军事专家杨成军更是表示，美国售台的武器在战时都会被首先摧毁，或者充当我军的战利品。更何况，兰德公司的军事积分卡每7年才比较一次，从2017年到现在，中美军事实力一直在持续变化，当然，更多的是朝有利中国的方向变化。所以，时间越久，美军对中国的优势就会越少。其实，美军对中国的优势变少，并不见得是坏事。美军对中国的优势越少，说明美军对中国发动战争要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这将有效减小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谁会希望进行一场注定要输或者注定占不到便宜的战争呢？